后来又知道一个消息，指挥四行仓库两营军队作战的韩宪元身先士卒，当晚就殉难。接着由团副谢晋元、营长杨瑞福继续指挥，日夜作战。本来全上海的市民对闸北国军的抗战不断地输送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但是到了死守四行仓库的一个阶段，由租界到闸北的通路已断，所有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只好堆积在河岸，一点也送不过去，眼巴巴地看着一支孤军奋勇作战，展开了震惊世界的一幕抗战史实。此时，世界各国的记者和洋商都在隔岸观战，并且个个脱帽对四行仓库的抗战壮士致敬。这时，租界与闸北的电话已经不通，忽然有一个懂得军事旗号的人自告奋勇向对岸孤军打旗号，问他们需要什么紧要的援助物品，对方也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却一时毫无办法。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位女童子军杨慧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着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求水到达对岸，把他带的一面国旗送入国军手里，一时两岸掌声如雷，感动得大家流出泪来。不一会儿，这面国旗就随风飘扬在四行仓库之上，国军更是士气高昂，准备与日军对抗到底。本来国军的战斗意志，有很多人不了解，对华文报纸的报道似乎都有些不信任。自从在租界边缘见到孤军壮烈抗战的一幕之后，这些人的观感就为之一变，国际间的舆论也大加称颂。女童子军杨慧敏向坚守四行的800壮士献旗，在四行仓库奋战的800壮士当时各方面的推测，四行仓库是88师司令部，里面可能有数千军队，这样双方枪战下去，不知依于何敌。租界当局深恐后来波及煤气谷，那样整个上海局面要受到影响，于是由租界出面做好做歹，要求日军停战，国军由泥城桥经租界撤退。日本军方也同意，倒是国军方面不同意，他们还要继续打下去。可是这时国军泄露出一个秘密，就是他们一共只有800人。这个消息给日军知道之后，日军态度又强硬起来，说是国军撤退之后一定要向租界全部缴械，而且要进入收容所。租界当局全部答应，国军却蒙在鼓里。阵地转移，枪声竞技，如是相持了很久之后，租界当局千劝万劝，以上海数百万市民生命安全为理由，而且允许团副谢晋元在租界上行动自由，招呼一切坚守四行仓库的800壮士也鉴于煤气会危及同胞，所以忍痛答应了。于是日军停火，800孤军陆续撤退，一踏进租界，军械便被缴收，被送入胶州路收容所，只有谢晋元一人可以在外自由行动，做着种种善后工作。这一幕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战壮举，全国人民都亲近不已。后来有一部影片，就叫做《800壮士》，故事描写的就是四行仓库一役。最可悲的是，后来日本宣布太平洋战争开始，接收了租界，也接收了这800壮士的看守所。800壮士受尽日本人残酷的折磨，这个悲惨的结果是上海市民始料不及的。800壮士撤退之后，上海的枪炮声就跟着静寂下来，战线转移到昆山。国军早在阳澄湖西边建筑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
继续与日军周旋。上海的租界仍然由英法当局维持，那时节洋商的轮船还可以由黄浦江出入，所以有许多爱国分子都陆续搭船离开上海。